この番組はレッドスターデパートコルモサ基地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Hello， 大家好，我是吴阿哥。的啊，一个两个的个。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 N870 SXR 002。如果看过我上一部 N870 狙击枪的朋友呢，一定想说，如果空气散弹枪真的可以打散弹的话，应该会比较 OK 吧？这一次呢 ，ANK 它除了有出单发的散弹枪之外，它也有出打散弹的空气散弹枪。那跟大家介绍这把 ANK 的 N870 SXR 002散弹枪。那这把呢，它是金属枪身、金属外管，采用3管系统。那外观部分啊，它有上下左右4面2公分的金属鱼骨。可以让各位玩家更方便、更自由的去安装其他的改套配件之类的。那它的枪托呢是通用 M4 系列的强化尼龙纤维枪托，全枪长度啊，伸长的话大概是91公分，那收起来呢大概是84公分左右。那它的握把呢是用 M4 的电枪握把下去做设计的，重量大概是3055克。它出厂呢都会附一个散弹造型的弹夹，填装数呢是27发。好，那我现在就来给大家听看它的声音。其实它的声音有点可爱呢，大家其实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这款枪的拍卖。那它上面写的是说2022版省力弹簧的装置。那因为枪到货的时候弹簧比较硬，也比较难拉，所以经过厂商去改正之后呢，它的弹簧用的会比较软，那相对的它出速也会比较低。因为这把它的 hub 是固定式 hub， 所以呢，我今天就没有打算做一个拆装的动作给大家看。好啦，话说那么多，不如直接看测试画面比较准。Go！ 好，那我们现在来测试看这把 N870 它的出速是多少。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测试看看它分别用.2跟一般的.12黄弹，它们的弹道跟机动性有什么差别？好，那我们现在用.2的弹看一下它的弹道的距离可以打多远。那我们测量的距离也是从这个绑这个有警告标示的数呢到前面的1号靶，大致上是差不多18左右。那我们就来测试看看。一把跑上去了。好的，那我们现在用那个最轻的黄弹.12的来测试看看
一样这个距离打到1号把，看它可不可以打得到，或者是更远一点。开始。好了，那经过以上测试的结果，相信这把枪大家会增加对它的了解。那这把枪到底值不值得买，适合什么样子的用呢？我先跟大家分析。如果你是对散弹枪有特别偏好的朋友呢，市售有太多散弹枪可以选择了，尤其是最经典的马路易的 N870可以给大家选择，只是它的价格会比较偏高一点。如果你是喜欢瓦斯枪的朋友呢，千万不要买这把，因为它操作起来感觉呢可能会没有到你想要的那种感觉。那当然啊，也有其他品牌可以做选择，不过大家要考虑到一件事情，瓦斯它也是要用耗材的，空气它比较不用，那取决于各位玩家要用什么样子的动力去做游玩。所以这把枪值不值得买呢？对于新手来说的话，我建议真的不要。但是老手，如果你想要训练自己的射击方式以及增加自己的进攻的一些策略或者一些战术之类的话，我觉得你是可以买这把。毕竟啊，这把枪它的射程大概差不多15到18公尺左右而已。对于老手来说呢，他们的经验值会非常的高，至少他们熟悉某一个场地，知道怎么跑，知道怎么打。所以以这把枪来说的话，老手会比较适合拿，而且又可以羞辱对手。另外，你打到别人的话，也不会觉得拍谁之类的，因为它出处真的非常的低。而且，如果遇到新手比较多的状况，老手可以拿这把去跟新手做一个对练，毕竟人家新手，我们老手可以让一点。那再来呢，就是比较偏向搞怪的人啊，因为这把枪如果拿下去打，被打到的人真的是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最后一个呢，就是属于偏向收藏的朋友，因为这把它摆起来是真的还蛮好看的。再来呢，它所需要的耗材就只有 BB 弹，没有瓦斯。如果你是单纯想要收藏又不想耗损太多耗材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收购这一把是 OK 的。好的，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顺便打开小铃铛，点选全部通知。如果你有任何讯息想要私讯我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以及按赞我的脸书粉丝团，就可以私讯我。好，今天就这样子，我是瓦哥，下次见，拜拜。